长期的趋势来讲，它不但有10年的台电强韧的电网商机计划加入，再生能源、储能跟配电形成的微电网商机，这个地方也是它一个未来发展的策略。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呢，延续上个礼拜讲电动车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电动车部分要介绍的个股是哪一家呢？是华城。OK， 我们看一下哈。之前呢，我们有讲过，就是说电动车是未来的大方向。那为什么是这个原因呢？我们看一下过去的燃油车，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用汽油这个地方呢产生的热能，然后转换成动能，但是在燃烧的过程之中，它会排量什么样大量的废气，所以造成所谓的空气污染。可是用电动车呢，它最主要是用电池这个地方呢，产生电能，然后驱动马达这个地方，然后产生动能，变成不会有空污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电动车未来会取代燃油车最主要的原因。那在2021年到2025年的电动车呢，依照研调的年复合成长率会超过 45%， 所以在现在不景气之下，有一个产业还可以超过 45%， 是非常不容易。所以电动车的高速成长就会造成什么？充电的需求。那电动车要怎么充电呢？它需要的就是充电桩。那在这个地方呢，标准上就是说充电桩比是2:1，就是说2台的电动车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充电桩。但是目前呢，各国的充电桩的扩建的速度却跟不上电动车的销量，所以未来呢充电站跟充电桩这个地方将会出现一个大幅的成长。好，那在介绍华城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报告一下878投资传承是一个专门为您做的一个深度分析基本面以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所以要提醒你不要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好，接下去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华城。那我们先讲华城的营运分析。华城以前在市场上大家并不重视它，因为它原来是一个重电业，那最主要是输配电的变压器的厂商。那近年来呢，已经从重电这个行业成功的切入绿能相关的产业，那后面会跟大家介绍。那在对的产业的趋势之下，让这家的公司的营运具有潜力，也就是股价最近非常强势最主要的原因。好，我们先看一个整个电网的流程。我们过去在发电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所谓的核能或是火力的发电，那这样会造成所谓的什么空气污染嘛。所以经过公投之后，大部分人还是要用再生能源的发电方式。但是再生能源发电不是没有缺点，它的缺点是什么？你看我们不管用太阳能或是风力发电的过程之中，它会有间歇性的电力的问题。就比如说我这时候今天有日照啊，明天下雨啊，那太阳能这个地方就没办法。那风力也是一样，有的时候风力够，有时候风力不够。所以说它这些再生能源的，它就需要储能的方式，把这些就是说有能源有发动的时候，先把它的能量储存起来，然后到最后呢才能送到电厂这个地方。那所以说不管是用过去的发电方式或用新的再生能源发电方式呢，最后我们都要透过什么电线电缆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运输的动作，最后送到那个用户端这个部分。那过去来讲呢我们就是用传统式的核能或火力发电的时候，我们都是靠超高压的干线，就是有南电北送。可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个变电所故障的时候，结果大家都停电了所以务必就是说我们要从过去单纯式然后集中式的电网这个地方要做一个分散的动作。所以说呢，未来电网这个地方呢，因为那个过去就是设置电网的部分过于单纯，还有再生能源发电的方式产生了新变化，所以说台电这个地方升级电网的基础设施这个地方呢是势在必行。那这个地方就会有新的电网设置，还有我刚刚说的储能在也要就是重新设置。那在这个中间呢您都弄好之后，你最重要什么？输配电。所以这边重电
包括重电业跟线缆业这个地方设备势必要做一个更新的动作。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哈，从传统的电网到智慧电网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过去就是火力跟核能，那现在加上了一些节能的部分、绿色的部分，包括了太阳能啊、风力这些啊，或是氢能源这些。那不管用任何方式发电，是不是就要到发电厂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去输电，然后再供给一般的消费者？那台电这个地方在去年行政院已经通过一个台电强韧电网商机的部分，就是10年有5465亿的预算，那希望就是说电网这个地方做一个改善，能够做所谓的在地发电，然后就近使用，不要说因为一个变电所跳电就影响了其他的变电所。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想想看，是2022年大概下半年的时候所核定，那最快发包出来商机大概是从今年开始陆陆续续出来。大家要注意，这是10年，也就是说相关业者的商机它是长达10年，其中这个5465亿的预算有80%都是怎么样要做成微电网，也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说集中式的很简单的线性式的电网，就是过去的南电北送这个地方，它改成分散式的电网，也就是说在地发电就近使用，那这样子就减少所谓的跳电的问题。那在这个地方呢，以华城来讲的话，它已经跨入了这个储能的业务，也跨入了充电的业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长期的趋势来讲，它不但有10年的台电强韧的电网商机计划加入，再生能源、储能跟配电形成的微电网商机，这个地方也是它一个未来发展的策略。而且大型的企业，比如说像台积电这些大的电子公司，自己内部设立微电网的商机就增加了，因为一跳电对于这些电子业来讲的话，损失就会非常的惨重。那微电网一增加的话，输配电的路径是不是变多了？那包括了华城还有其他重电业者的一些重电的器材的需求就会增加了。那同时就是说一些输配电的那个系统之间，过去因为台电亏损，所以都一直没有做设备的更新，那现在已经非常老旧了，然后不得不更新的部分，所以包括了升级变电站啊，还有新设的储能站啊，还有包括我们电动车说的充电站啊，这些增加都会对于重电业者跟电线电缆业者的什么样需求增加。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重电业的整个产业流程，很简单啊，它的发电厂在产生电力要送出来的过程中，它要先经过一个所谓的升压的动作，然后到了变电所这个地方呢，然后它再逐步的降压，先从345 kV 这个地方呢降到69 kV， 161再降到69，然后到我们一般住户的话，可能就110V 或220V， 就是给冷气使用的，还有一些工业用电。那所以在这个升压跟降压的过程中，它所需要的重电业的一些产品，就是一些变压器来这边做升压或降压的动作，最后才能到达用户端的设备。经过我这样介绍，你就可以知道了华城它最主要的产品是什么？变电所里面的变压器，所以它的成长动能就是台电的强韧电网商机长达10年，这是第一个成长商机。第二个成长商机就是绿电商机。怎么讲呢？我们所谓的绿电，大家看这边是风力发电，可是你发电起来你要先储存起来嘛，然后需要的时候再分配给这些用户。所以说呢，在这个设置的过程中，你想想看，那个所谓的风机里面的塔内，它就需要变压器，然后它经过海缆的传输到变电所这个地方，那变电所这个地方它要有统包工程，那统包工程完成以后，里面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包括变压器啊、开关设备这些啊，然后最后产生的电力以后再送到台电并网，然后再一起送电。所以离岸风电的那个开发商，然后在政府的政策要求之下，要求要以本土化的那个厂商为优先，所以都会跟华城这个地方签订一个什么变压器的合作契约。绿能产业这个地方也需要就是说升压站的统包工程跟相关的产品，那在这个地方华城都可以做到。所以说随着那个风力的机舱组的组装业在2023年就是
就是今年的下半年展开，还有一些设备跟海上变电所的合作项目，这个地方也进入了筹备期，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就是成为华城未来成长的商机。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华城跨入所谓的储能产业。我们已经讲了，这些绿色的能源它需要储能，那所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呢，我们绿色环保，但是我们一定要给它储能，我们不储能的话，我们的这些绿色发电没有办法维持稳定。那最近几年呢，华城已经跨入了储能的产业，而且它在储能之中，它可以自己做一个建案，除了工程施工之外，它也顺便把它自家的产品，像这些配电盘啊，这些相关的产品导进去，那成为储能厂商中几家少数能够独立完成储能厂商的储能案的厂商。所以第三个商机就是储能商机。